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切成，也叫五花肉哈，我们把它切成块状。这个就是我们煮好的10个鸡蛋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它全部去了壳，用这个锅把鸡蛋壳摇碎掉哈。然后我们把这鸡蛋去了壳，剥好了以后呢，你用筷子呢就把它戳穿它，横竖各戳2个洞，这是为了在我们再继续煮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入味哈。这样我们的这10个鸡蛋呢，就全部剥好了，也戳好洞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戳好洞剥好的10个鸡蛋，你放在碗中备用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切好的肉过水了哈，洗过了，就是这样子的切好的肉块。然后鸡蛋呢，我们也已经剥了壳、去了皮，然后戳了洞哈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做红烧肉了。我们先来看看我们需要的调味料哈。这个是切片的生姜，黄冰糖、盐，一些少量的辣椒碎、五香粉。这个是陈皮，然后花椒、桂皮在这儿哈，然后这个是小茴香，还有呢，这个是八角，然后我们当然了还有一些食用油，鲜味生抽、老抽上色的，当然还有一些厨用花雕酒。好，首先呢，把火呢开到中火，中间加少量的油，因为猪肉会出油哈，不需要那么多油。然后呢，你用这个生姜片把这个油给它擦匀了，这样生姜也沾上油了，然后呢，锅上的油也擦匀了。你看，能感觉到这个热量已经开始上来了哈。把这个肉放进去，这个已经洗干净的切好的肉块哈，放进去。大家注意要买这个红烧肉的肉块呢，一定要买这个猪腩的肉、五花肉，就是它有肥有瘦，做出来呢也会非常好吃。然后
看上去也会非常好看。如果你用太瘦的肉呢，它会比较硬，吃起来口感没有那么好哈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把这些肉都放进来。这回热量已经上来了，然后你就慢慢的这么炒。为什么要开中火呢？因为中火呢，它不会一下子就糊哈，热量没有这么大。我们先要让它肉出一出油，顺便外面呢就让它稍微过得熟一些，不用着急。这个真的是不用急，先让它慢慢的，因为它的热量是慢慢上来的，只要不糊就行。酱汁还没全干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好的时候，开始加料酒。我们先来加料酒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用这样的酒盅哈，料酒加上满满一盅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加拿大买的料酒兑了盐嘛，它没有像国内那样的纯，所以我们稍微多加一些。然后要记住这里已经有盐了，所以在你放盐的时候呢，要稍微少放一些。让它在这个酒里面稍微煮一下哈，让它的酒的味道全部煮到肉里面去。当你闻到这个，现在可以闻到这个酒味出来了哈，酒味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放其他调味料了。我们先来少量的花椒哈，花椒就放几粒就行了。然后八角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量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放一整个八角。可以把它这个捏碎一些。因为捏碎了，你才能让它均匀，这个味道会散的比较均匀。然后放一些小茴香，都是少量就好了啊。这小茴香可以稍微多点，小茴香它有帮助消化的作用。我们呢，桂皮呢，要找一个小块，就这么大就可以了，不丢进去。这个少放一点辣椒哈。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辣味加上一些甜的会非常好吃，这辣椒比较辣。这个辣椒大家掌握哈，如果不喜欢吃辣的，你不需要加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肉开始成型了，剥过壳的鸡蛋，戳过壳跟戳过洞放进去。鸡蛋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搅动要小心，因为鸡蛋很容易你一戳它就戳碎了。我们要加老抽，因为老抽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上色，所以你不需要加太多它的颜色非常深，看，非常深。我一般呢这么多肉呢，我就是用这个铲子，我就是加一铲子，再加多一些就好了，不需要再加了。如果你在煮的过程中呢，你发现这个颜色不够深，你可以再加，因为我们一会儿加了水，它颜色会再浅一些，所以现在这个颜色还不是特别准。
听到声音已经感觉到这个水在翻了。我们要加一勺生抽。生抽的主要味道是它有那个豉香味哈。你把这生抽我也是加这么一勺，不能加太多。有些人呢是用生抽直接煮，就上色又好，这个豉香味也会比较重。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法。其实中国菜就是这样，自由度比较高。啊，现在看颜色也可以了哈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水了。把火开到最大，然后呢，把水加到什么程度？你加到要跟肉这个水面，肉就要跟水面一样齐，就是让它不要突出水面，因为你要煮的过程中会煮干的。你看，大家看到我是从锅边加进去的，因为这个水跟这个热量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把肉和蛋再激着了。你再加点水，这会儿你可以看到哈，这颜色会稍微浅了一点啊。如果你喜欢呢，可以再多加一些生抽，因为生抽不是多加一些老，如果你喜欢可以再多加一些老抽，因为老抽它不咸，它就是上色，它的香味也不浓。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适量加多半勺老抽，这颜色实在是很浓啊。我买的这是草菇老抽，就更黑一些。现在似乎看不出来，但煮完了以后就不会上色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加这个五香粉哈。这个小勺加上一小勺，然后呢，把这2块黄冰糖放进去。我用黄冰糖呢，是因为黄冰糖它的粘度，就是它全部融化以后呢，粘度很高，它这个肉口感非常好做出来。然后还要加陈皮，陈皮呢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自做的陈皮。不小心把它碰得比较碎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盐，因为这是肉和鸡蛋，它们很吸盐。同时呢，也要记得刚才那个酒里面哈，黄酒里面有盐，然后我们加的酱油、生抽、老抽都是咸的，所以先加这些盐，之后会来尝一尝。尝一尝这个味道，如果不够了，那个时候再调味。那现在呢，要加一个盖子，要把它盖起来。它煮开以后它会崩，所以你等它那个煮的大开以后呢，盖上盖子，还要把火稍微减小，让它一直滚开就行。现在我们还没到一直滚开哈，你看我这个盖子盖上是正好，它水会往外挤出一些，也不是很要紧。如果你觉得水挤出一点，你就把那个铲子放在这儿，我们就等着它滚开。你在滚开的过程中呢，哈，你也不能就完全放任不管，你得每隔5、6分钟过来搅动一下，让它均匀。一个是让它煮起来呢，煮的这个受热均匀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它上色也均匀。
们现在就是处于滚开状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设个时间哈，让它这样慢慢煮，让它这样慢慢煮呢，先煮上20分钟，20分钟回来以后我们看水。好了，我们就让它慢慢煮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煮了20分钟的时候哈，这个颜色已经比刚才深了很多了，但是呢，肉还没有完全好。这个时候你要把火转成中小火，然后盖上锅盖，让它慢慢焖。再焖20分钟哈。我们先让它中小火这样焖，这个时候不开盖，然后20分钟之后我们过来看。当然了，这个时间我把抽油烟机关上哈。我们先用中小火这样再继续焖20分钟。这个时间呢，大家自己掌握哈。因为呢，我知道在南方一些地方，它的气压比较低还是比较高，这肉很快就容易熟，很容易就煮烂掉了。但是在北方呢，我们要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就让它慢慢焖20分钟吧，因为刚才大火开到煮了20分钟，大家看水分已经吸收少了，这颜色也开始继续上，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烂掉，我们再来煮20分钟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我刚才又加煮了几分钟哈，现在呢就是我总共煮的是50分钟。你看这个肉质这会就好了。你怎么知道它好没好呢？我们现在先把火，先不用着急关火哈。你看，拿一根筷子，你来戳它，找一块瘦肉的地方，你来戳它哈。你一戳它就穿过去了，这就是好了。你看。穿过去了，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现在我们把火关掉，再等几分钟，等2-3分钟，等它这个泡泡下去了，我们就可以盛了。现在大家看，颜色也上得非常的好哈，非常均匀，然后这个汁呢浓度也正好，就是因为它放了那个黄冰糖，所以它会有这样粘稠感觉，就是那个黄冰糖出来的效果。然后这个汁呢其实也不需要倒掉，我们家人呢最喜欢的就是用这个汁来拌饭吃，白饭非常香，孩子特别爱吃，一家老少都爱吃哈。我的外婆她到90多岁的时候还在吃红烧肉哈，就是肥肥的，她喜欢吃肥肥的，然后人也瘦瘦的，非常健康。好啦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漂亮的红烧肉就做好了。我们现在把它装出来，哇，看上去就很想吃哦，非常漂亮哈。